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杜，我现在江苏苏州。大家都知道，江苏省是我国经济第2大省，仅次于广东。那么这里的农村自然是非常富有的，尤其是苏南地区。现在很多省份都在做新农村建设，江苏省的新农村建设可以说是全国学习的榜样，家家户户都是2、3层的大别墅，可以说堪比一些城市建设的豪华别墅区了。接下来就带大家进村走一走，实地的了解一下江苏省农村到底有多么富有。我们今天来的这个位置是江苏苏州的常熟市，常熟市归苏州代管，它的面积只有1200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00万，但是创造了2300多亿的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5位，江苏省第4位。那么前3位是昆山、江阴以及张家港。我们看一看这里的农村这是常熟的羊城新村。羊城新村分为了10几个区，家家户户都是独栋的大别墅统一的规划，非常的整齐美观。这一大片面积起码有几千栋的别墅，一点都不夸张，大家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得出来。我们现在就实地的到村子里面走一走了。路两边做的都有这种绿化，以及农村自家户种的蔬菜。在房子的旁边有一些土地就可以种一点茄子、辣椒吃的小青菜什么的。这样的环境，说它是城市里面的别墅区，也一点都不为过。像这样的农村我也已经在江苏带大家走了好多个了。比如在江阴就走了长江村、华西村，这就不用说了，全国最出名的中国第1村嘛。在常熟这个地方也有4、5个村子被评为了全国100强村、美丽乡村。今天我们来的羊城新村它在常熟还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新农村，但就这样的新农村在10多年前甚至20年前就已经规划建设好了，可以看得出，那么江苏省对于农村的建设是非常超前的。看看这一家，家家户户也都是2层到3层的别墅，门口种的有好漂亮的花呀。有一位老奶奶，奶奶，这是什么花呀？好漂亮这看一下奶奶也忘记了，这花太漂亮了。这边种的还有桃树呢，看一看，桃子都已经非常红了，再过些天就可以摘下来吃了，长的果实还是蛮多的。过去了一辆宝马车。那么这里家家户户住的都是大别墅，自然开的车子也都不会太差。有的人可能追求豪车宝马、奔驰这一类的，几十万上百万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开着10多万、20万的车就可以了。这有一家是新盖的，现在外立面都已经做好了，就差内部的装修了。门口还停了一辆宝马525呢。不过这一家非常有意思它里面的房间全部都给贴上了这个白色的墙砖。难道是不刷大白墙吗？用墙砖代替夏天的时候住着很凉快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凉。这一家门口呢种的有玉米、黄瓜，主人看来是比较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门口还有许多的盆栽。门口停了2辆汽车，一辆是大众，一辆是奔驰，每辆都是几十万的呀。江南水乡指的就是这一带，不来到这边还真的感受不到。从卫星地图上看也是，这边种了好多的水田，还是在水田里面养这种大闸蟹呢。因为旁边就是阳澄湖，不远了。这个阳澄新村呢，它也靠着常熟的昆城湖。
昆城湖在常熟也非常的出名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有一条河流穿过，而这条河流两边的房子啊，它就不太统一，但也都是3层的别墅。像这一块就是家家户户自己建的，只有一小片区域，但这条河道治理的也非常的干净啊。旁边还做了一些观光的步道，还有围栏。这一户人家的房子啊，也是非常的漂亮，门口简直就是一个大花园呀。在楼上的阳台还有对面这位大叔啊，刚刚在河里面洗完了衣服。这种场面啊，一般只能在农村看得到。有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啊，还保留着这种传统。有一位大姐也在河边洗垃圾桶呢。这是村子里面的路灯，现在是傍晚时分了，都已经亮了。这个小房子呢，是村子里面的公共厕所。什么叫做民富？看到眼前的景象，这就是民富呀！真真正正的农村，在苏南地区，这就是普通的新农村建设。真正的一些比较出名的农村，它建设的都要比这好。还有一些典型的代表型民营企业，都是中国企业500强的，之前也都去过一些了。就这样普通的农村，这么大的区域也居住了数万人，旁边啊也有村子里面自己的一些民营企业、小型的工厂，包括整个村子的基本配套设施也都是比较完善的，有自己的学校、公园以及商场、超市，所以没有特别需要的情况下，也不需要往市区里面跑。有一位奶奶坐在自家院子的旁边，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在这边养老啊，也是非常不错的。这里的农村道路都是互通的，家家户户也是相通的。每一处房子啊，它留的都有车库，比如对面这一栋啊，它的车库就留在了前面，有的是留在了房子的后面。对面这一栋也非常的漂亮啊，它的旁边也是一处宅基地吧，应该是没有盖呢，都给种上了树木。我们从空中看，这里的新农村啊，统一的都是一样的建筑模式。很多朋友可能会就奇怪了，如果找不到自己家该怎么办？走在这里面会不会迷路啊？他们住在这里了，当然不会了，都能够记得住了。就像你家一样，你怎么能记不住呢？江浙这一带的农村都是非常富有的，一直以来呢，都说浙江是民富第一的省份，而江苏这些年啊，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增长迅猛。在网上啊，就有一些朋友在讨论了，说现在江苏是民富第一的省份，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当然这个还不好说，浙江那边我感觉就是农村比较均匀一些，而江苏呢，苏南地区也就是苏锡常这一块发展的较好。当然现在苏北啊发展的也不差了，去年的时候啊就有去过苏北。苏北地区啊，很多城市啊也都在做新农村建设，统一的规划都给集中到一个区域。就如今天这样的新农村面貌，这样的农村也许就是大部分人向往的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吧。也希望能有这样的大别墅了。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产业支柱，它的经济增长一定是非常缓慢的。而江苏省正是因为产业繁多，工厂遍布，到每个城市、每个县级市，甚至每个镇、每个村子啊，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厂，这才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朋友前此就业，拉动了经济增长。这也是江苏省民富比较好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啊都有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业，去带动整个村子的发展。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幸福指数啊，一定非常的高呀。我现在来到的呢是村子里面其中一个休闲公园，这里面啊有篮球场、网球场、乒乓球场和一些简单的锻炼身体的器材。像这样的新农村建设，大家向往吗？那么这个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